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奥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日本黑帮。众所周知啊，日本的黑社会是合法的，也不能说他们是合法的，只是日本的政府允许有他们的存在。那为什么日本允许有黑社会组织存在在他们国家呢？这些黑社会组织的经济收入又是来源于什么地方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日本最大的合法黑社会组织——山口组。一提到黑社会，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打打杀杀，经常集结在大街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而你看完今天的视频，可能会对日本的黑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首先啊，日本的官方称他们的黑社会为暴力团，山口组就是官方指定的暴力团，就是国家认可的黑帮。而他们给自己的评价那是很高的，他们称自己为人侠。人侠就是咱们字面上的意思啊，就是大侠的意思呗。那何为大侠呢？金庸先生曾经给出过定义。侠之大者，是为国为民之四字。所以他们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行侠仗义，经常做一些为国为民的事情。日本的黑帮在大街上就会经常看到，而且居民也并不害怕他们。如果你在日本的街头看到身穿一身黑西服，胸前挂着菱形的徽章，经常以团体的形式出现的话，那十有八九就是日本的暴力团了。他们并不伤害正常的居民，反而对他们很有礼貌，而且他们经常举办公益活动。也经常做一些便民利民的事情，比如在万圣节给孩子们发放糖果，交通堵塞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在街头来指挥交通，并且在日本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暴力团的成员往往比警察的反应速度还快，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灾难现场。比如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，日本山口组的成员就比警察还先到的，他们架起大锅给灾民施粥，并且提供避难场所，这只不过是他们维持自身形象的手段罢了。但是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是作秀也好，还是真心也罢，但是这些事情人家确实是真真实实的做了，而且这些举措也慢慢的改变了日本居民对待暴力团的看法，并且逐渐的接纳了他们。虽然他们积极的改变自身的形象，但是日本的警方对暴力团的管制还是非常严格的，历史上就多次出台反对暴力团对策法。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法律出台之后，日本暴力团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你比如说，日本暴力团的成员不能贷款，也不能办理银行卡，就是说他们买什么东西都得现金去买，就算是买车买房这样的大宗交易，也得用现金全款去买，并且与黑帮走得近的人也会被拉入这个黑名单。就比如说，日本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，就因为跟暴力团的成员合了一张影，就被封杀了。这就导致了日本黑社会的成员越来越少，新一代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加入日本的暴力团了。所以现在的日本黑帮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，日本的黑帮呈现逐渐衰落的走势。根据2017年日本官方统计，现在日本山口组的成员也就8000多人，而且管理层都是一帮上了年纪的，新生势力也比较小。而山口组在最鼎盛的时期有4万多人。那这么多人的山口组是怎么获得政府认可的呢？这里就得说一下日本山口组的发展史了。日本的山口组从创立到现在一共有6代掌门人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共有6代目。现在的组长就是第6代目，名字叫私人。私人现在都70多岁，快80岁了。所以说日本山口组老龄化比较严重，管事的都已经60、70岁了。山口组最初创立是在1915年，他们的第1代目，也就是山口组的创始人，名字叫做山口春吉。山口春吉本来就是一个搬运工，后来被当地的小混混大岛组的老大大岛秀吉看中了。于是山口春吉就加入了大岛组。过了几年之后当山口春吉的实力强大了之后，就集结了50个手下，创立了山口组。每年还需要向大岛组交纳一定的上纳金。山口组由山口春吉带了10年，通过山口春吉10年的不懈努力，他终于将山口组原有的50人发展到了34个人。估计他也知道山口组再让他带下去，那基本就该凉了，所以他把山口组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山口登。这也就是日本山口组的第2代目。山口登可比他爸爸强多了，在他接手山口组的第3年就停止向大岛组交税了。停止了交钱之后当时的大岛组跟山口组爆发了好几次的争斗。当时山口登最得力的手下叫田冈一雄，这个也是山口登的女婿。这个田冈一雄就是使山口组日后走向巅峰的关键性的人物。当时的山口登也是对他非常的照顾，他在当时也相当于是山口组的2把手了。在1936年，田冈一雄因为杀人被捕入狱，判了8年。当他出来的时候，山口登已经死了。这个时候山口组属于群龙无首，
正好赶上田刚英雄从狱里边出来，他就顺势接了他岳父的这个摊子，成为了山口组的第3代目。从此山口组在田刚英雄的带领下逐渐走向了巅峰。田刚英雄认为，黑帮组织如果不能经济独立，那无异于自杀。于是他带领着这些手下开办了赛车场、赛马场、赛艇场、浴室等等，山口组也就逐渐强大起来了。同时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失败，投降了之后，大批的美国军队进入了日本，而且日本还有数十万的中国人和朝鲜的劳工，因为没有钱回国，所以在日本组成了各种帮派，抢占物资。当时的日本是一片混乱，日本的军方也无力再管这些事儿了。于是这个时候暴力团就站出来了，起到了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。老子在这片他妈维护社会治安，这样日本的军方肯定高兴了，省了他们的事儿了，是吧？所以日本军方也就逐渐默认了暴力团的存在。当拿到这个合法的身份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日本的暴力团，山口组也在这个时候迅速的扩张。同时呢，日本军方为了鼓励暴力团维护社会治安的这个行为，于是在1946年也颁布了新的宪法。这上面说保障集会结社、言论出版以及其他一切表现自由。这个就是日本承认黑帮组织的原因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日本的黑帮成为了合法组织。同时在田刚英雄的带领下，山口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开始涉足娱乐业，开设娱乐公司，培养艺人。但是他们从根上还是黑社会组织嘛，所以他们也会胁迫别的艺人来自己的公司，就是为了赚钱，黑白手段双管齐下。在1951年，田刚英雄亲自拜访了当时的一个明星鹤田浩二的经纪人，要求鹤田浩二来自己山口组演出，遭到了拒绝。于是在1952年，山口组的山本健一带着手下闯入了鹤田浩二的房间，大打出手，导致鹤田的脸部和头部共缝了11针。这就是著名的鹤田浩二袭击事件。由于山口组的日益壮大，而且经常做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，所以在1964年，日本政府意识到了日本的暴力团已经危害到了社会秩序，于是发布了暴力取缔对策纲要，开始了第一次的反黑风暴。没想到的是日本山口组的成员是越扫越多，从原本的6000多人扫到了1万多人。我们时间来到1981年的7月，日本山口组的第3代目田刚英雄心肌梗塞去世。在他的葬礼上，黑帮的头面人物出现了1000多名，同时出动的警察也有1000多人。由于田刚英雄突然离世，山口组本来是应该由2把手山本健一主持的。山本健一就是咱们刚才提到打鹤田浩二的那个人。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这个时候的山本健一也是在监狱里边，而且他死在了监狱里边。所以日本的山口组开始了争夺组长的内斗。最终这个竹中正久接任了组长之位，成为了山口组的第4代目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跟他有同等实力的山本广表示不服，于是他就带领着自己的手下6000多人出来自立门派，创立了一个叫伊和会的组织，并且在之后与山口组爆发了多次争斗。山口组的第4代目竹中正久没上任多久，就在争斗中被暗杀。最后的结果是伊和会解散，重新归入山口组。统一之后，渡边芳泽接任了组长，成为了山口组的第5代目。随即山口组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。在经济上，渡边芳泽也将山口组变成了公司化体系。他把山口组从一个打打杀杀的组织变成了一个黑白通吃的赚钱企业。山口组从之前的黄赌毒、高利贷行业逐渐渗透到了房地产、金融投资还有艺术品。他还将资金注入了好几个互联网的企业中，从中谋取暴利。在2014年，美国财富杂志报道显示，日本山口组以年入800亿美金当选世界上最会赚钱的黑帮组织。同时他们也是极力的洗白自己，经常参与社会活动，帮助弱势群体，给民众发放糕点，对待居民也是相当的有礼貌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黑社会的纹身都像衣服一样，他们露出来的部分肯定是没有纹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会经常参与社会活动，在参与社会活动的时候只要穿上衣服就会把纹身全都盖住。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，山口组也是第一个冲到灾难现场展开救援活动，渡边芳泽也是亲自到达现场参与救援。这个图就是山口组的第5代目渡边芳泽和第6代目私人一起到灾区救援的照片。私人上位后仅4个月就被警察翻出来一个陈年旧案，被捕入狱，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。但即使他在狱中也能够遥控指挥山口组的各项活动。
在他上位之后啊，山谷组的所有成员都统一了服装，而且胸前都佩戴上了山谷组的菱形的 logo， 开始搞企业形象了。而且私人还提出了山谷组的5大纲要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是遵从团结内部核心一体，第二是对外接待时要有爱念重信义，第三是自始至终遵循长幼的礼仪，第四是在社会上要有自己的节操，不招来不应该有的非议，第五听取先人的经验，提高自身的人格。这整个挺好吧？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学校的校训呢。在2015年的时候啊，私人想要退位，把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心腹高山青司，这就引来了其他组员的不满。于是山谷组再一次分裂，一个叫井上邦雄的人带领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山谷组，成立了一个叫神户山谷组。在2017年，这个神户山谷组也开始分裂，最后分出去了一个人侠山谷组。所以现在日本的山谷组已经分成了3股势力了。之前的势力一再分解，再加上警方的打压，山谷组从顶峰时期的4万人到现在3股势力加起来才8000多人。而且由于加入暴力团会有很多的限制，所以年轻人都不愿意加入黑社会了。现在的山谷组就像他们组员的年龄一样，逐渐走向了老龄化。虽然日本的法律还允许他们的存在，但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，黑社会的存在是违反社会发展趋势的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山谷组就会逐渐退出日本大众的视野，又或许他们会再次转型，走向正规的一面。对于未来的事情，谁也没有办法预料。那么在这里，日本山谷组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